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天气非常的热，然后基本上是到了开空调的时候。很多时候经过一个冬天没用，你第一次开空调的时候会发现，空调不 work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就给大家讲一下，我并不是说你看了这个视频你就会修空调了，只不过是在你call professional 来你家之前，你可以做一些准备，可以做一些预先的诊断。这样呢，你会发现有一些工作呢，实际上有一些小的问题，实际上是你自己可以 fix 的。这样你有可能会避免一个非常昂贵的维修或者更换。好。这台空调呢，实际上已经很老了，应该有20年了，超过20年了，我想。其实已经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，但是因为加拿大的夏天其实用空调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一般也就是1个月左右，然后所以呢，而且这个空调的质量非常好，是非常好的品牌，叫 Lennox。所以我在决定更换之前呢，我想预查一下，看一看有没有可能自己把它 fix。当然，这个工作叫 Havoc，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。怎么判断你是可以自己修一下，还是要 call professional 呢？我觉得任何需要动到冷媒的东西，也就是氟利昂，那么你一定要 call professional， 因为氟利昂是受管制的一种材料，你是不可以把它自己搞的，而且这个东西对环境有伤害，所以你一定要 call professional 来做一些维修或者是更换。氟利昂呢基本上是压缩机，如果你需要更换压缩机或者更换整个的 unit， 你肯定是需要 call professional 来的。但是有一些线路上的问题，如果出现了接触不良啊，或者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叫 capacitor， 这是一个类似于电池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控制这个不同部件的一个配件。capacitor 基本上 capacitor 坏了的话呢，你的空调就无法正常的工作，有的时候是 fan 不工作，有的时候是压缩机不工作，有的时候是完全不工作。基本上呢，capacitor 的更换可能可以解决80%以上的空调的问题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更换一下 capacitor。然后如果它仍然不 work 的话，那我很可能就要 call professional 了。在 try to open 这个空调之前呢，有一些步骤可以预先做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检查一下这个空调有没有正确的被通电。你可以 check 一下，去你的那个电盒里面去看一下这个管空调的这条线路的 breaker 有没有跳闸。如果它跳闸的话呢，其实就非常简单，就是空调没电，所以导致它不工作。你只要把它关掉以后，然后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看一下你的 thermostat 工不工作，也就是你的温度控制器工不工作。如果温度控制器呢，第一呢，它是不是正常工作？第二呢，它是不是 set 到了合适的温度？有的时候尤其是你第一次开空调的时候，你的温度控制器的 set up 的温度仍然是按照冬天的温度来的，实际上它是高于你的室温的，所以空调就不会工作。这两项排除以后呢，基本上就是空调本身的原因了。然后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要切断空调的电源，这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家用空调是用240伏的电源，是高压电，非常危险。所以，很多空调呢在墙上呢，它装了一个电盒，这样呢，你可以在这个电盒里面可以把那个电源给切断。像这个空调比较老式，它没有墙上单独的电盒，这样呢，我就要到地下室去找到在电盒里面，在那个整个 house 的电盒里面找到它的 breaker，然后把它关闭。
好，关闭电源以后呢，就可以来到这个空调旁边，然后要找到它的 control panel， 就是一些电路，电子元件比较集中的地方。怎么发现它的 control panel 呢？像这根管是电线的管，它是从这里进到空调的 unit 里面。这个是冷媒的管，这个不要动它。所以基本上电路的东西应该是在这块 panel 里下面。现在我准备把这个 panel 打开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配件就是我今天准备更换的配件，它叫 capacitor。好，现在呢，它这个呢是有一根螺丝固定到这个body上面，我把它拆下来。好。这个呢，在你 disconnect 之前呢，我建议你可以，要么呢拿一张笔，拿纸和笔记录一下，它是怎么连接的；要么呢，你可以拿你的手机去拍一张照片。尖嘴钳，把它取下来。好的。好，这是旧的 capacitor， 这个是新的 ，size 基本一致。关键的指标呢，你要看一下这个叫 MDF， 或者也叫做 UF， 这两个是一样的。这个指标呢要保持一致。像老的这个是35 UF， 新的是35 UF。可以有5%的上下的误差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工作的电压，老的是370伏，这边是370伏和440伏，基本上不要低于原先的电压就可以了。这里看到有3个，一个是 fan， 一个是 herm， 一个是 common， 这根应该是接到那个 common 上面。这个红色的应该是 fan。好，这个稍微粗了一点。好的，这根 common wire
接到这个地线上面，接到这个金属的外壳上面就可以了。配置这个 clamp 有点短，因为这个比较细。这种 capacitor 经常会有不同的尺寸，这个没关系，只要它的这个指数一样的话，就不影响它工作。我刚刚把空调的配电盒打开，然后把温度控制器打开，现在它正常工作了。实际上看来，那个 capacitor 基本上是很多时候你的空调不正常工作，基本上你更换这样一个小小的配件，就可以解决几千块钱的维修或者是更换。这个配件我在 KGG 上买的，只花了20块钱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Amazon 上购买，这很多可以选择的配件和不同的型号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那2个指标需要注意 UF and voltage， 这2个指标非常重要。只要是它符合你的要求，你就可以拿来使用。好，谢谢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们下次再见，不要忘记订阅，拜拜。